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摩托车的后避震器。那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应该看得出来，我已经把避震器坏掉了。那我的旧避震器在这边，这一只是左边的。那看得出来漏油的很严重。其实这一只我装之前就已经在漏油了。只是说那时候漏的不是很严重，那朋友换下来就加减装，但是到后来越来越严重，而且在骑乘上，因为以速克达车型来讲，引擎跟车身的连接处，它有一个引擎吊架，那像我的引擎吊架也有点间隙存在，就是会摇晃，过一阵子就要换掉了。那就是因为我在骑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它的弹跳好像，如果你们的引擎吊架是正常的话，可能感觉不太出来。然后因为我的引擎吊架它有间隙在，所以它在弹跳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车身会歪一边的感觉，所以再加上这一支漏油的非常明显，然后在按压上这支的回弹特别快。一开始我是用调整的方式，因为这个可调式嘛，我用调整的方式尽量让两支能够平衡。但是调到最后应该已经没办法了，就油可能都已经漏光了。那避震器的更换时机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观看它的外观。它如果有出现有油泥、油渍出现、油气或者油泥，那个就已经差不多开始在漏油了。虽然它还能用，如果只是一般行车的话，是还可以将就着用。但是如果你对骑乘上的感觉比较要求比较高的话，可能尤其是这边就要先说到摩托车的后避震系统。一般来说，摩托车后避震系统，不管挡车还是速克达车型，要么就是两只，要么就是侧边一只。那我知道，好像是不知道是哪一台挡车，它的避震器也是侧一边，它是好像在排气管那一边，它那边有插一支避震器，那个算是特殊设计啦。然后像现在比较新型的，可能就是单一支，我们俗称的单枪避震，它是在引擎的中间，它是藏在里面或者偏一边。基本上大概以摩托车的后避震系统这几种配置方式。那一般来说，如果你的摩托车是只有一支避震器的话，如果漏油的很严重，那就是建议换掉。那因为其实我刚刚本来就要拍，我在拆的时候就要拍，但是可能周边的环境不允许，所以我在拆的时候我没办法拍摄。那我就是可能口头跟各位讲解一下，我以单一支避震器的拆换方式好了，因为差不多啦，因为单一支跟两支它的方式是差不多，只是如果你是后面是两支的话，在拆装上可能要多一个环节，多注意一下。像在拆的时候，我建议是下面先放松，然后你放松以后不要抽出来哦，让它卡在上面，然后再拆上面，然后两边都放松以后，一定是立中柱，你要记得一定要先立中柱，然后下面先放松，放松完不要抽出来，然后再放松上面，然后这个时候按压你的摩托车，如果有这个扶手的话，就你可能可以上半身压在上面，
然后往下压，往下压以后，它避震器就不会吊住，然后你就可以找到那个合适的地点，把下面这支先抽起来，它轮胎就不会往下掉，不会嘣一声造成伤害。那下面抽掉以后，再来抽上面的螺丝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在装的时候，就变成是先装上面，上面装上去，螺丝先只要有锁到就好，不要锁紧，先有锁到就好。然后一样的，也是上半身压在这上面，往下压，然后让下面的螺丝孔能够对齐以后，螺丝插进去，稍微转个几压，然后上半身就可以放掉，上下就可以吊住了。那如果是双枪的话，一样也是先装一支，然后另外一支就会比较简单，因为你不用再压车子。比较麻烦的就是下避震器跟上避震器的那个动作，你必须去压车身，压在后半部，把它往下压。拆的时候是避免轮胎往下掉，然后装的时候是让螺丝孔好对准，这样会比较安全，也比较方便。那像刚刚讲到避震器的更换时机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外观去判断，漏油的很严重，或者说你在骑乘上，你已经感觉到，因为避震器的作动原理就是它往下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，往下压缩的时候，因为它承受冲击力，它往下压缩的时候会比较快，但是回弹要比较慢。如果避震器失效的话，你可能下去跟上来的速度一样。你如果你骑快的话，或者载人的话，你载人的话会比较容易触底，就是可能压到比较大的坑洞，你会感受到避震器直接就是硬碰硬，就嘣嘣这样子撞。那如果是骑乘上的话，你会觉得你只要经过路面不平或者坑洞，你的车子就跟波浪一样，会这样摇，一直摇，你会一直摇，呈现压完坑洞以后，车辆会呈现一直摇晃的状态，那个也是避震器坏掉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有那种情况，就是避震器你看不出来它在漏油，但是它内部那个减速阀门它已经失效了，它变成它没有阻尼在，有这种情况发生，所以刚刚我才会以2个方式解释给各位听，一个就是光看外观，最简单的就是漏油，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骑乘的时候，如果你压过坑洞，你会觉得你的车子就是会一直摇晃，它不会马上恢复平稳。那个也是避震器坏掉的征兆。如果以漏油的话，如果不是很严重，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没关系。但是如果你骑乘上已经会呈现一直摇晃的状态的话，那个真的建议尽量赶快更换，因为那个你在骑乘上车子你很不稳定的摇晃，无法控制的摇晃出现的时候，很容易造成行车上的危险。所以如果你在骑乘上，你会觉得车子一直出现一直在摇晃，建议就是马上更换。漏油的话就可能看状况，如果你觉得骑乘上它不会摇晃，它可能会比较软，但是它不会这样子摇晃的话，那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没关系。如果会一直摇晃，就是赶快更换掉会比较安全。那拆装上的话，就是刚刚讲的拆卸方式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留用，因为以避震器来说，不管是改装的还是像这种原厂的，
它都有机会可以让你留用。一般来说，就是你要找长度相近的，这是重点。因为你如果长度太长或太短，都会造成悬吊系统的几何改变，那个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。所以你要留用他款车辆的避震器的时候，长度不能相差太多，然后再来就是下面这一节，再来就是下面这一节的长度。像我在避震器预载那一片里面，我有拿一支洪嘉腾的后避震器，我有说我本来要装，然后结果后来装不上，是因为那一支它这边很短，它的弹簧已经下到它下面这边了，所以我装的话会卡在这边，卡到我的引擎 case 上，所以那个就没办法留用。所以说如果你要留用他牌的避震器的话，长度是一个重点，再来就是下部这边的位置，这边的长度也要去做注意。可能有些朋友会去杀肉厂啊，或者说可能像我一样，朋友换下来，然后他们不要了，我就把它拿回来用。其实这一支也不是进站在用的，这一支不知道什么车在装的，我也忘了。然后我那时候装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它的设计不太一样，这边有没有？这边一个磨出一个小缺口，它就是跟这边一直摩擦到，磨久了这边也稍微凹一个洞了。但是它是能装，因为长度跟下部这边的位置是都 OK。所以说像刚刚讲的，可能很多朋友会去杀肉厂啊，或者说接受朋友的旧零件。如果你想要装的话，要注意的就是整只上下锁点的长度跟下部这边的预留位置，这边不能短于你原来的长度，要不然你可能会撞到你的 case。然后长度也不能差太多，因为那会改变后避震的整个悬吊系统的几何角度都会有改变。像之前我有装一支，那不知道是 G6 还是 G 几的，忘记了，很长。我装完以后，我的后轮，我立中柱的时候，我的后轮几乎是着地的。然后那个骑起来，感觉真的很奇怪，那个整个后悬吊那个三个锁点的悬吊角度都不对了，那骑起来真的很奇怪，而且车变得很高。所以又没多久，我又换回来这一组。那这一次是朋友换下来的，这一支是3代用的。一般来说，很多人都会说3代进站的后避震不能上1代。甚至像那个改装品，朋友就是换那支改装品，它上面也是写，上面没有标明1代，它直接就标明2代、3代进站可用。那他当初是跟我讲说可能没办法装，我说没关系，我拿回来看一看好了。结果装上去是 OK 的，角度、长度，都差不多，可能有短一点点啦，因为我跟这一支比的话，这一支比较短了一点点，短差不多半个螺丝孔，所以那个是没差别的。那避震器的保养，像原厂式的话，原厂式的它中间这支芯都是在上面，然后有防尘塑胶挡住，所以说比较耐用。那像这种改装品的话，它的芯多半都是外露式的，所以平时在清洁的话，就是你要去注意上面有没有锈斑，或者说有不明的撞击点。因为那个如果有锈斑或者不明的撞击点出现，你在运作的过程中很容易把油封刮坏，就会开始漏油。还有一点就是
如果你们是买避震器，当然买专用的就没有那个问题。如果是留用他牌，或者说接收朋友的旧零件的话，也要注意螺丝孔这个铁套，因为以改装品的话，改装品这个多半都拔不下来，它就是做一体式的。然后像原厂的避震器的话，它上面的铁套，它这个都不可以拔掉。所以说你在留用他牌后避震器的时候，长度跟下面这边的长度要去注意以外，就是螺丝孔这个铁套的直径的宽度，因为如果你这个铁套的宽度跟原来的差太多，因为有的螺丝比较粗，有的螺丝比较细。譬如说你可能是细的螺丝，但是如果你是选择到宽的铁套的话，你很有可能在锁好以后，在接受撞击的时候，变成说这个会活动，你会有不明的撞击感。下面就比较没这个问题，下面就是如果你是12号的，就是12号了。一般避震器速克达下面都是12号或14号比较多，所以一般来说，下面这个螺丝孔只要跟你的车一样，基本上就是没问题。然后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上面这个铁套的问题，铁套的宽度的问题，不要装到过大，过小你一定是装不上去。装到过宽的话，就是可能压到大坑洞，你会出现不明的撞击。那大致上来说，后避震器的更换时机，如何从外观判定，或者从骑乘上的感受去判定避震器是否损坏，跟避震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，然后拆装上大概就这样子了。对了，补充一下，我在前几篇聊到自行车摩托车自带的废油回收系统那一篇里面，我有讲到那个滤油空间要记得做清理。那我那一次清完以后，到现在2个礼拜了。我记得我在那篇里面有跟各位聊到，我这台车会吃机油，而且算吃得蛮重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正常来说1个礼拜，我这样子正常骑上下班的话，1个礼拜大概会吃掉50到100 CC。如果可能在那段时间里面，可能骑得比较快一点，或者稍微赶时间的话，可能消耗的CC数会更大。但是我刚刚也有顺便换机油，我有发现我机油漏下来，减少的量变少了。我正常来说，就像刚刚讲的，我大概1个礼拜，这台车1个礼拜会吃掉大概平均大概就是会吃掉100 CC。那我这一次换下来，我刚换下，我还可以拿旧机油瓶来装。我发现好像我的吃机油现象有稍微好一点，吃的量没那么多了。要不然正常来说，2个礼拜那样子骑下来，我可能只剩500到600 CC 而已。但是我刚刚漏下有将近快800 CC， 因为进站来说，一袋进站5 ml， 它的交换量应该是850到900吧，好像加900上下。所以说我感觉引擎里面的正压减少以后，可能也会减缓吃机油的现象。当然了，这个我清完以后，目前第一次换机油还不是很确定，这是我自己的观察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摩托车的后避震器更换时机
跟如何去判定它是否故障或者损坏，以及在拆装上需要注意的地方，跟留用他牌车辆的后避震器需要注意的细节，大致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